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些奇异档案，它们每一个都是让人不可思议，因为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手段是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了。第一个呢是80年前泰坦尼克号失事的幸存者再现之谜。他是泰坦尼克号海难中的幸存者，与其他的幸存者不同的是呢，在他被发现的时候呢，灾难居然已经过去了80年了，实际年龄已经100岁的他呢，却是20多岁的模样，健康状况良好，而他的记忆呢，却是80年前的事情，似乎把他遗忘在一个时间也到达不了的角落。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科学家们为此还做过各种实验，但却是一筹莫展。9月呢是美国开始海上捕鱼的旺季，在1990年的9月呢，福斯哈根拖网船呢就开始了下海捕鱼之旅。船长乔根哈斯呢与船员们带着工具与期望呢在北大西洋上航行，希望可以寻找到他们满意的鱼源地。在茫茫的北大西洋上呢，他们航行的海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呢就要数世纪海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了。那是一场空前的海难嘛，因为轮船本身是有传奇性的，衍生出关于轮船沉没的各种故事。船员们就把道听途说的故事都拿出来添油加醋的渲染着。船员乔恩呢穿着紧身的水手服，肌肉因为常年在海上生活显得黝黑而健壮。他是船长乔根哈斯的老搭档，也是船员中最会讲故事的一个。乔恩面对着百无聊赖的船员就说我们现在呢正行驶在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航行。你们知道泰坦尼克号为什么会沉没吗？要知道泰坦尼克号当年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沉之船，众人呢并没有搭腔，只听乔恩大声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它沉没的原因是因为受到了外星人的攻击。在大家的笑声之中呢，乔恩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都不信，可是这个结论呢是经过科学论证的。于是呢，乔恩就跟大家讲起了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的故事。他说在5年前海洋勘探人员呢在大西洋底终于就发现了沉睡73年的泰坦尼克号。他们在对其残骸进行勘察时呢，在其右舷的前下部发现了一个直径恰好是90厘米的大圆洞。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呢，这个大圆洞的边缘十分的光滑和规整，好像是被一种圆规切割工具而加工后形成的。所以美国皇家海军舰艇专家呢塞斯涅尔呢会同国际专家组呢对泰坦尼克号的船体右舷前下方的神秘圆洞进行了水下的拍照和测量。等综合研究过后呢，确定这个泰坦尼克号呢是被一种功率强大的激光束击穿后舱底进水而遇难的。后来科学家们按照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考察计划呢，发现了8个来历不明的神奇发光体。最初呢，研究人员就认为呢，这可能是某种深水鱼群不过呢，当研究人员借助电脑再次对这些水下照片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发现呢，确实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造发光体呢，围绕着泰坦尼克号在游移。而海洋学家呢就确认海洋中再也找不到这些跟神奇发光类似的东西，它们很像是在空中飞行的那种 UFO。而科学家由此就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呢。泰坦尼克号呢是意外遭到了不明潜水飞行物射出的激光束的攻击，进而沉船的。当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呢，幽灵船便飞离了这里，或潜入了大海深处。而美国著名的飞碟专家呢克罗恩博士确认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海中的不明潜水飞行物似乎来自于地球之外。我们地球上呢从未有过这类的怪物。乔恩呢是讲故事的老手大家的情绪都被带到沉没在海底的泰坦尼克号的周围。当大家沉浸在乔恩的故事中的时候呢，船长乔恩哈斯突然就发现离冰岛西南附近的一座反射着阳光的冰山上有一个人影。船长与船员们立刻紧张起来苍茫的大海，他们行驶数日连一只鸟都没有遇到过，怎么会有人影呢？而船长乔恩哈斯立刻就举起了望远镜对着人影。经过反复的仔细观察呢，他确认冰山上是有一位女人在用手势向他们的船求救。而乔恩哈斯和水手们立刻就把这个穿着古典英式套装全身湿透的女人救上了船，并询问其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一个人到这座冰山上了呢？他的回答竟然是我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一名成员，名叫文尼考特，今年29岁刚才船沉没的时候呢，被一阵巨浪推到了冰山上，幸亏你们的船赶到而救了我。福斯哈根上的所有船员被他的回答呢都逗笑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拜托那是80年前的事情了。
可是这位女性却坚持说自己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并清晰地描绘出了当时发生海难时的情景。她说那是在1921年4月10日，在南安普敦港的海洋码头呢，我与家人登上了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当时呢，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客轮，它的豪华和精致的程度呢，让人咋舌。头等舱的公共休息室呢，由精细的木质的镶板装饰，并配有高级的家具以及其他各种高级的装饰物，并竭尽全力地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各种服务。能够登上泰坦尼克号呢，不但是身份的象征，也意味着呢格调的提升。他说，我甚至还期望着会在船上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然而呢，不幸随即降临。就在昨天他说那是一个多么风平浪静的夜晚，泰坦尼克号呢竟然撞上了冰山。他说，我就听到了船上嘈杂的声响，冰冷的海水呢灌进了船舱，大家慌乱成了一片。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这片冰山的，但是我很幸运这么快就可以遇到你们。福斯哈根号的船员们都知道那场海难意味着什么呀？泰坦尼克号不幸沉没酿成了死亡失踪多达1500多人。对于出海的人来说那可以是非常感同身受的恐惧。但是这位女子乘坐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沉没78年了。如果真的如这位女子所说，她是泰坦尼克号的乘客，那么这78年间她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她为何没有一丁点衰老的迹象呢？而她的记忆为什么还停留在海难发生的那一刻呢？因为刚刚乔恩的故事已经够离谱了嘛，现在这位文尼考特小姐呢，岂不是更离谱吗？但是从她的衣着再到她的言谈举止呢，就连见多识广的船长呢，也开始对她的话呢半信半疑了。经过商议呢，他们就放弃开始捕捞计划，第一时间呢就带着文尼考特回到了陆地并送他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呢，医生们就发现除了因为遭遇到灾难而产生的些许精神痛苦以外呢，其他的健康都是良好的，并且呢丝毫没有神经错乱的迹象。医生们又把他的血液和头发进行了化验，结果也表明呢，他的确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当所有的检查与化验的结果出来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同时呢，所有人包括科学家在内都没有办法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呢，科学家们在奋力寻找答案。而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的故事呢，并没有结束。在1991年的8月9日呢，欧洲的一个海洋科学考察小组呢，在海上考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名被救起的60岁的男子。他自我介绍呢，他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史密斯，在海上漂流了一些年头。但是获救时呢，他一口咬定当时的时间呢是1912年的4月15日，也就是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日子。而考察小组的人要救他上船时遭到了拒绝。他有一些沮丧的就说道：“我是船长，船沉了，我也不能够活，我要与船共同存亡。”而科学考察小组就很困惑这80年他是如何在海上安然度过的呢？按照自然的年龄，这位叫做史密斯的船长已经140岁了应该，但是他看上去真的就只有60岁。泰坦尼克号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当一些诡异的事件围绕着它发生的时候呢，事情呢更是显得扑朔迷离。对于一些热爱联想的人们就不禁的会怀疑呢，对于80年后的幸存者的2位不老传说而言，难道真的有相对于地球时间静止的时空隧道吗？在海上存活80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更奇迹的是他们的容貌、体型、心智居然没有一点变化，这让所有的人都困惑了呀。于是大量的报道声称呢，因为出事的海域好像是北纬42度，那里呢是一片神秘未知的区域，那个区域呢也许有时空黑洞。而数年来热衷于神秘再现的探索学者们对于所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并从物理性质、光学现象、时序体系以及空间原理等各方面做出了解释，但还没有一位学者呢能够跳出时空隧道的困惑。第二个故事获得巨奖之后呢，他们全都破产。一夜暴富呢，大概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彩票呢，为平凡的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但是被上帝眷顾之后呢，获得巨奖的他们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呢？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呢，近20年来美国彩票的中奖者的破产率呢高达75%，就是每年的12名中奖者中有9名会破产。这背后包含了什么样的社会学因素与心理学的因素呢？而当你真的获得了巨奖，你又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人生呢？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馅饼呢，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梦。彩票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中大奖就意味着人生会转变，有了意外的大钱。
可以做生意啊、买房啊、投资啊。但是，一旦获得了大奖，他们的人生就开始如同电视剧般的上演。在金钱面前，亲情、爱情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呢？53岁的英国人乔·约翰逊就买彩票中了1000万的大奖，但是他并没有声张，而是隐瞒自己中奖的消息。之后呢，他就开始考验女友是否真的爱自己，并故意装出群控潦倒的模样。而此时呢，他的女友对他不离不弃，并且呢时常鼓励他，给他生活的信心。1年之后呢，乔·约翰逊就认为女友经受住了考验，是可以白头到老的伴侣。他选择呢在订婚之日告诉女友，其实他是一个富翁。而女友呢对这种天降好事呢自然是十分高兴。对于乔·约翰逊隐瞒他的事情呢，并没有过多的追究。他们两个呢就带着1000万进入了婚姻。在他们的婚后呢，乔·约翰逊却没有了先前的冷静与谨慎，他与妻子过上了极其奢华的生活，购买豪宅、豪车，进行了不经大脑的投资。妻子对他的行为呢有些微词呢，但也无法做出劝阻。因为穷奢极逸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但是好景不长对于财产没有规划的他们呢，不过10年的时间就花光了所有的钱。过惯了好生活的他们呢，无法再回到没有钱的日子。而对金钱的困境乔·约翰逊毫无理智的就把房子、车子也卖掉了。但是这样呢，依然无法生活。他的妻子呢，无法接受生活上的巨大改变，而选择与他离婚。而乔·约翰逊呢，最后连栖身之所都没有了，只好搬到了一间狭小的房间里生活。同样是在英国呢，20多岁的英国女孩伊芙·劳伦斯呢，就兴奋地拿着一幅大奖的名牌跳了起来。她青春飞扬的脸上呢，洋溢着激动与幸福，因为她抱着呢是一张价值150万英镑的奖项。在此之前呢，劳伦斯是一名年薪只有9000英镑的电影影作员，生活时常陷入困境。他虽然在电影院工作呢，但是他却无法观看一场完整的电影，甚至没有一个男孩希望跟他看一场电影。为了摆脱这个困境的生活呢，劳伦斯就经常购买彩票。他说呢，是为自己购买一个希望。上天似乎听到了这位女孩的心声每次呢只买1张彩票，这样的他居然中了150万英镑的大奖。而这笔金钱呢，对于劳伦斯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天降横财呢，让这个劳伦斯冲昏了头脑。在理财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呢，劳伦斯将这些奖金全部都购买了股票，投资房产，还做起了生意。并且呢，他还大方的把20万的奖金分发给了亲朋好友。劳伦斯的生活呢被大奖改变了，他成了男孩追逐的对象。在此期间呢，劳伦斯结了婚，并生了3个孩子。但令他想象不到的是由于冲动的投资呢，他所投出去的钱全部打了水漂，也就是10年的时间150万呢全部被花光。而丈夫呢并没有帮助他。面对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劳伦斯呢不得不四处寻找工作以养家糊口。突然的大奖呢，会展现出光怪陆离的人性。同样呢，还是英国，戴斯蒙德·康顿呢和未婚妻毛林·托德呢是一对已经订婚的恋人。他们合买彩票中了300万英镑，但是2个人在奖金的分配上却发生了争执，最后呢反目成仇。此时呢，距离他们的婚礼还只有2个月而已。为了私吞奖金呢，戴斯蒙德竟然不顾婚约呢，完全忘记自己是个订婚的人。他到处寻找新欢，迅速就将300万花了个精光。面对未婚夫的无耻行径呢，毛林呢就将这个戴斯蒙特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归还属于自己1半的奖金。而2个人的婚约呢，自然也是终止了。更离奇的是，事发在美国的密苏里州的黑泽尔伍德呢，一名叫做大蜜蜂的人竟然公开叫卖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外孙。当警方抓获这名犯罪嫌疑人时呢，竟然发现他就是2年前100万美元彩票大奖的得主。可以想见呢，100万早已经被他挥霍一空而且欠下了巨款。为了还债呢，这位冲昏了头脑的老妇人呢，竟然想要卖掉自己的亲外孙。天降横财带来的妻离子散呢，已经是令人感慨。而相伴横财带来的横祸呢，则更是人间的悲剧。在2006年呢，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警方在佛州的希尔斯伯勒县郊外的一所庭院内，就发现了曾经获得1000万美元彩票巨奖的亚伯拉罕·莎士比亚的尸体。而在此之前呢，他已经被曝失踪9个月了。亚伯拉罕呢是一名黑人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甚至还有一个犯罪前科。在中奖之前呢，他与母亲是住在一起的，过着平凡不能再平凡的生活。中奖之后呢，亚伯拉罕斥资100万买了一套房子，给自己的母亲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开始慷慨待人，但是他呢并不开心。他经常会说要是没有中奖该有多好他说我原以为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但其实呢他们只想要我的钱。
但是最为悲剧的是这些钱呢竟然要了他的命。在加拿大呢，1000万美元大奖的得主吉拉德彻呢，在自己父母的车库里居然自杀。吉拉德彻呢，在中奖后疯狂挥霍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他给自己的朋友买豪车，还专门买了一座房子开 party。吉拉德彻更是要满足自己朋友的需求呢，和被拥护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一些狐朋狗友就趁机引诱他呢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败光了他所有的奖金。几年时间呢，他从天上掉到了地狱而他所谓的朋友呢也渐渐的远去。迫于生活的压力呢，他不得不去干一些体力活呢来维持生活。而在生活上巨大的反差呢，使得他无法面对，于是他选择了用一根绳子结束掉自己荒唐的一生。那彩票大奖的得主为何会破产呢？这个问题呢，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根据他们的调查显示呢，买彩票的人的收入与教育程度要低于平均水平。在中奖之前呢，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如意，对金钱的观念呢也不是很清楚，根本没有系统的理财思维。所以一旦他们中了巨奖呢，再加上因为这些钱呢不是辛苦挣来的，就不会像对待薪水收入那样小心谨慎。再加上对于奢侈品以及豪宅豪车追求更是无所节制嘛，长此以往呢，破产是迟早的事情。当然了，中奖之后并不是所有的获奖者都是以悲剧收场。在重庆有一位500万大奖的得主利用所有的奖金有得放矢的投资呢，最后获利了2000万元。根据当事人讲呢，当时他知道自己得奖呢，整个人都懵了。即便领到奖金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动这笔钱。然后呢，他还按部就班的做自己的工作。常年的工作锻炼了他稳健的性格，没有像其他大奖得主那样就是立刻买豪宅奢侈品。他把所有的钱存了银行呢，在没有想好之前呢，他还可以获得利息。而在此期间呢，他并没有停止思考，他就开始不断的考察外面的市场。经过1年的摸底呢，从朋友的手里就盘了一个小厂，再加上自己对市场的研究呢，这个小厂很快就盈利了，而他的资产迅速上涨。有头脑的人更容易的成为人生的赢家。一张小小的彩票呢，像被施了魔法，它可以将人送上天堂，再把人坠入地狱。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